泥石流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，亲历者称腿都吓软了。倒车3公里逃生。8月26日10时30分许，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，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、失联。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，通过无人机观察，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。26日下午，亲历者方女士告诉潇湘晨报记者：“我们计划的是今天开车从吉隆镇出发到里边的，本来是约定好了是9点钟出发的，然后有一些其他事儿耽误了，是9点半出发的。但是到那个地方位置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不对劲儿，这些树之类啊，或者是这些电杆啊，这些全部就倒了嘛。然后那个水撵着我们来，我们这个车当时没办法掉头了，只能往后面倒了。因为水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第一个的，后面又冲来一个车，我们当时还招了手，叫他们不要过去嘛。但是那个车过去了，估计那个车应该没掉了。然后我们大概去了3公里，水势就没有那么凶了，但是浓雾啊，就笼罩着我们这边已经上来了，基本上下面都看不清楚，腿都软了。吉隆地处喜马拉雅破碎断裂带，岩体松散，去年同期就曾爆发严重泥石流。此次跨境洪水裹挟巨石泥沙奔腾而下，河谷狭窄无缓冲空间，沿岸村落、口岸设施瞬间被冲击。天灾无情，愿被困人员平安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。如果没有这段监控，你很难想象灾难可以来得这么突然。就在泥石流来袭前，监控画面里面的吉隆口岸看起来还和往常一样，有人在走动，车辆在通行，整个口岸看起来平静正常。可是很快，山洪泥石流突然从上游狂奔而下，短短的时间，道路被吞没，建筑物被掩埋，巨大的泥石流直接冲向口岸。现场有人看到之后直说腿都软了。截至8月27号最新消息，中尼两国共有103人遇难，其中尼泊尔100人，中国3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失踪人数高达844人，其中尼泊尔579人失踪，中国265人失联。而失踪者中还包括来自美国、英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至少28个国家的外国公民。这已经不只是一场西藏灾难，而是一场震动中尼边境、波及多国人员的重大灾害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场灾难究竟有多严重，以及它背后还有哪些值得追问的问题。我们再看一次这段监控画面，前一秒口岸还是一切正常，下一秒泥石流突然出现。道路通信电力中断。据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，8月26号，西藏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，可能有人员失联。据中国口岸协会介绍，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，距日喀则市560公里，距拉萨市830公里。吉隆口岸自古就有商道、官道、栈道之称，历史上曾是西藏与尼泊尔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之一，是中尼间的传统边贸市场。去年7月8号，吉隆口岸也曾发生泥石流，造成中国境内11人失联，尼泊尔境内6名中方施工人员失联。7、8月份到西藏去旅行，选择目的地一定要慎之又慎。像那种落差非常大的那种沟谷类地形，是最容易发生洪水、泥石流这样的危害的。大家到西藏去旅游，一定要找准适合旅游的季节，不按照季节的规律来西藏，不但看不到美丽的风景，而且还有可能有生命危险。这不是普通的洪水，泥石流里面混着巨石、泥土、冰雪以及大量的碎屑，整个山谷仿佛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吞噬。而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、边防大桥以及周边商业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，
道路中断，通信中断，电力也中断。对于被困在现场的人来说，可能根本来不及逃。现在最让人揪心的就是这844名失踪者，中国一侧有265人失联。而问题是，救援进去都非常困难。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被大量的泥石和巨石淹没，部分淤泥深达1到2米，救援设备只能一点一点抢通道路，而且现场仍然存在山体塌方、2次泥石流等风险。灾害发生前，尼泊尔和西藏边境附近也曾出现4.4级地震，随后高海拔地区发生大规模冰岩、冰雪崩塌。有分析认为，一大片位于5000多米高处的冰川发生大崩塌，大量冰、岩石和碎屑突然坠入山谷，进而形成猛烈的洪峰，沿着峡谷一路冲向下游。那么这次的直接的肇事的原因呢，是上游的尼泊尔上游的一个冰川的一个崩塌。那么冰川的融化的时候呢，可能不会直接就先从最下边开始融啊，上面可能几部分开始融化了以后呢，导致这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啊。等到湖水大到一定程度，突然之间冲垮下边的冰坝的时候呢，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猛冲的这个洪水，这个规模威力就非常大。那么洪水呢，又结合的最近的几个原因啊，一个是呢，地理位置的原因啊，因为你像这个口岸或者是村庄啊，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路的这个村庄呢，其实它只能建在这个河谷附近。大家去山里头去玩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现山里的村庄呢，基本都是依河而建的，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才有平地，山区的地方只有少数的河流的一个冲积扇才有平地，才能建建筑，才能住人。那么这个口岸也是建在这个冲积滩上。那么直接结果是什么？冲积滩就是这个洪水或者泥石流能够冲到的地方啊。冲积滩的洪水一大的话呢，就实际上相当于把这个整个的村庄也好，还是这个口岸也好，建在这个泥石流的这个通路上，所以它是直面泥石流的冲击的，这次危害就非常大。吉隆口岸是西藏最大的国家一类陆路通商口岸，地处日喀则吉隆县喜马拉雅山南部河谷216国道终点，距尼泊尔加德满都仅85公里，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核心通道。这里是千年番尼古道的重要节点，见证了古代中尼文化商贸往来。在继续了解这场灾难之前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的赞助商普瑞堂。我们的节目是由普瑞堂赞助。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元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，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。单笔满3000美元，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。吉隆口岸真的只是这一次突然遭遇天灾吗？答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去年这里就出过大事。实际上，吉隆口岸不是第一次遭遇重大泥石流。2025年7月，同一地区就曾发生严重的山洪泥石流，友谊桥被冲毁，中方一侧曾有11人失联。去年出事，今年又出事，而且这一次规模更加惊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到底只是一次偶然的天灾，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地质高风险区呢？吉隆口岸是中国通往尼泊尔的重要陆路口岸，但经历连续2次重大灾害之后，有一个问题恐怕已经不能回避。这个口岸的长期安全是不是需要重新评估？是不是要重新规划道路？是不是要把重要设施放到更安全的位置？是不是需要更加严密监测冰川、冰湖和山体？甚至是否需要准备更加安全的备用通道？因为道路冲毁可以重建，桥梁冲毁可以重修，但如果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遭遇相同类型的巨大灾害，难道每一次都只是重建，然后等待下一次吗？但这场灾难真正留给我们的问题，恐怕不只是最后的伤亡数字，而是面对一个反复遭遇巨大自然灾害的高山口岸，人类究竟应该如何与这片土地相处？这里是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，我们下期见。